我问你一件事，你有没有试过，明明出门前还记得要去买什么，结果一到街市，站在档口前面，脑袋突然一片空白，或者厨房里煮着饭，你手里拿着盐，却怎么都想不起自己到底放了没有。你安慰自己说，年纪大了，记性差一点是正常的。我告诉你，你有可能全错了。这不是什么正常的老化现象，这只是一种被太多人忽略的极度隐蔽的营养亏欠，它正在你身体里悄无声息地偷走你的记忆，啃食你的神经。你如果一直不理会，后果比你想象的严重得多。我今天就要把这件事彻底讲清楚，你听完之后，你今晚的饭桌上可能就会多出几样东西。科学界早就有明确的研究，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如果长期缺乏某一种特定的维他命，大脑的功能衰退速度会直线加快，甚至会直接导致神经受损贫血。这个东西就是维他命 B12。好多老友记到了晚年，身体机能慢慢退化，其中最明显也是最吓人的，就是记性大不如前。你本来打算去街市买条鱼，再买把菜心，谁知道逛了一圈回来，鱼买了菜心，完全忘记了。你明明拿着银包下楼，走到茶餐厅门口，却突然愣住，怎么都想不起自己到底要来买什么。遇到这种情况，很多老人家会自己笑一笑，说一句，哎，老了，没用了。但他们心里其实怕得要死，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是不是脑退化症的早期征兆。科学研究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这种认知功能的衰退并不是什么不可逆转的自然现象，背后的那个真正元凶往往就是隐藏在日常饮食里极容易被忽略的维他命 B12。 我认识一位65岁的婆婆，她一辈子持家有道，家里大小事务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但这一两年怪事频频发生。她可以在街市买完菜，回头就忘记自己到底买了什么，又或者走进厨房，突然像被人洗了脑一样，完全不记得自己要拿什么。她表面冷静，内心怕到不得了，担心自己患上脑退化。去医院做完一轮检查，医生告诉他并不是脑退化症，而是他体内的维他命 B12 严重缺乏。医生开了补充剂给他，情况才慢慢稳定下来。维他命 B12 是一种水溶性的维他命，对于维持人体神经系统健康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还能促进红血球生成，参与 DNA 的合成。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缺乏维他命 B12 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人体对这种维他命的吸收能力会随着年纪增长而断崖式下降，所以如何透过日常饮食高效率地去吸收这种营养素，就成了你保住记性的关键。维他命 B12 几乎完全只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里面。在我们香港的饮食环境里，有几种常见又平价的食材是你补充维他命 B12 的绝佳武器。第一种就是大家去吃潮州打冷时经常点的，也是去饮宴时经常会见到的贝壳类海鲜。在所有天然的食物里，贝壳类海鲜的维他命 B12 含量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单单是一份煮熟的鲜肉，里面的维他命 B12 就已经达到了人体每日建议摄入量的好几倍。更重要的是，贝壳类海鲜里面的维他命 B12 极其容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你在全香港任何一个街市，无论是买新鲜的鲜肉还是买罐头，鲜肉都好容易买到。老人家不需要日日吃什么名贵海鲜，只需要在每个星期的菜单里面适量的加入鲜或者清口就可以了。不过吃贝壳类海鲜的人一定要确保食材足够新鲜，而且一定要彻底煮熟，这样才能彻底杀死可能存在的海洋细菌。另外，因为贝壳类海鲜含有比较高的嘌呤，有痛风的老人家就一定要严格控制食量，浅尝辄止。第二种常见的平价食材就是我们街市里随处可见的猪须。猪肝里面的维他命 B12 含量可以说是植物性食物完全无法比拟的，每100克猪肝大约含有40微克的维他命 B12。还有一个更高阶的选择就是牛肝和青口，每100克的牛肝或青口维他命 B12 的含量通常都在40微克以上，同时还能给你提供优质的蛋白质以及锌和硒这类微量元素。这些营养加在一起，等于给你的大脑健康直接加油，能维持神经系统功能。但要记住，猪血这类内脏可能会带有寄生虫或者细菌，你一定要彻底煮熟才能吃，清蒸滚汤或者彻底加热炒熟，别贪图口感而生吃。考虑到贝壳类和内脏可能会积聚重金属，还有嘌呤偏高的问题，建议每个礼拜的食用量控制在300克以内。尿酸高的人就要再严格一点，限制摄入，对海鲜敏感的人就更加要避开。对于那些肠胃吸收能力已经变差的老人家，你可以透过适量吃动物内脏来有效补充维他命 B12。预防贫血动物内脏
特别是猪肝、牛肝这类被公认为是维他命 B12 和叶酸的超级来源，同时还含有丰富的铁质和维他命 A， 一小块动物内脏就足够满足人体一整天的生理需求。特别推荐牛肝和猪肝，它们可以说是维他命 B12 最丰富的来源，不过它们的胆固醇也比较高，我建议每一个月吃2-3次，每次不要超过50克，三高人士每个月吃1-2次就足够了。猪说的煮法有很多，最经典的就是姜葱爆炒或者滚个猪须瘦肉汤，但有一个步骤不能少，就是要去筋膜，同时控制好火候，煮出来的猪须才会滑而不韧。切片之前用清水浸半个钟头，中途换1-2次水，逼走里面的血水。猪胸可能会有寄生虫，所以煮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完全熟透，没有血水流出来。猪酥是香港传统饮食里常见的食材，一碗热腾腾的猪酥粥就是老人家补充维他命 B12 的绝佳选择。虽然动物内脏营养丰富，但吃东西一定要适可而止，因为内脏同时含有比较高的胆固醇和维他命 A， 吃的太多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系统的负担，甚至导致维他命 A 在体内过量积聚。建议老人家每星期进食1至2次动物内脏，每次的分量控制在大概一个乒乓球大小，就是50克左右。而且一定要去正规街市买那些经过卫生检疫合格的猪须，千万不要吃可能有药物残留或者来路不明的内脏。第三种来源是我们日常生活里最普及的东西，鸡蛋和奶类制品。牛奶和鸡蛋是吸收维他命 B12 最稳定的日常途径，虽然按每单位重量来算，它们的维他命 B12 含量比不上贝壳类海鲜和动物内脏，但是它们可以日日吃，而且人体对奶类制品里面的维他命 B12 吸收率极高。在鸡蛋里面，维他命 B12 主要集中在蛋黄含量，明显高过蛋白。科学研究也显示，人体对奶类制品中维他命 B12 的吸收利用率甚至高过某些肉类。我建议老人家每天吃早餐的时候，吃一只全熟的鸡蛋，再配一杯牛奶或者无糖乳酪。在香港，有不少老人家有乳糖不耐症，喝了普通牛奶之后会肚胀或者腹泻。这很简单，你可以选择经过发酵处理乳糖含量比较低的乳酪和芝士，或者去超市买市面上加了维他命 B12 的强化植物奶，比如强化豆浆或者强化燕麦奶。至于鸡蛋，煮到全熟或者蒸水蛋、滚蛋花汤都是非常健康又容易消化的选择。第四类是深海鱼，深海鱼被称为大自然给大脑的黄金食物。我们人类的大脑有60%都是脂肪，而深海鱼里面丰富的 DHA 正是大脑维持正常运作必须要的营养物质。像三文鱼、吞拿鱼、轮圈鱼这类深海鱼，它们体内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些天然的优质脂肪酸可以直接滋养你的神经细胞，延缓大脑体积萎缩。它们还能大幅提升记忆力，促进已经受损的神经细胞自我修复。长期吃可以显著改善体内的慢性发炎状况，减少脑血管阻塞的机会，进一步降低患上脑退化症的几率。在实际食用方面，建议老人家每个礼拜最少吃2到3次深海鱼。至于煮法，首选就是清蒸、低温慢煎，或者用锡纸焗烤，这样能够最大程度保留鱼肉里面的营养成分。千万别用高温油炸，那样会破坏掉那些很脆弱的脂肪酸。第五类是豆腐配搭深绿色蔬菜。在很多人的传统观念里，总觉得粗茶淡饭才是养生之道。这种吃法背后其实蕴含着很科学的证据。豆腐加上各种深绿色蔬菜的组合，含有非常丰富的 B 族维他命，包括维他命 B6、维他命 B12 和叶酸。这3样东西加在一起，可以有效降低你体内一种叫同型半胱氨酸的物质的水平，最大程度减少血管内壁受损的机会，直接降低老人家中风以及患上脑退化症的风险。再加上豆腐本身含有大量的卵磷脂，这种物质对大脑神经递质的传递、对记忆力的维持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可以持续增强大脑的活力。在日常饮食安排里，你可以多煮一些菠菜豆腐汤，或者清炒菜心木耳，加一个豆腐包。这些煮法简单容易做，营养价值也极高。不过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香港越来越多市民选择吃素。如果你是完全不吃动物性食品的人，那你就是缺乏维他命 B12 的最高危一族。天然的植物性食物里面基本上没有人体可以用的维他命 B12。人类和动物体内的维他命 B12 归根到底都是靠微生物合成出来的。关于吸收维他命 B12 有2个非常普遍的错误观念，我今天一定要帮你纠正过来。第一个误解就是以为吃紫菜或者海带这类海藻可以补充维他命 B12， 虽然有些实验确实在藻类里验到有维他命 B12 的成分，但最新的研究已经证实，这些植物里的 B12 大部分都是维他命 B12， 是一种类似物。
它不但没办法被老人家的身体有效吸收利用，发挥保护神经的功能，甚至可能会霸占住人体内维他命 B12 的受体，阻碍真正的维他命 B12 吸收。所以你千万不要指望靠吃紫菜或者海带来当做吸收维他命 B12 的可靠来源。第二个误解就是以为吃发酵食品，比如味噌、腐乳或者纳豆会有维他命 B12。虽然在某些复杂的细菌发酵过程里，的确可能会产生极微量的维他命 B12，但是这种微量生成极不稳定，总体含量也少得可怜，完全满足不到老人家每日必要的分量。如果你长期坚持吃素，或者因为各种原因很少吃肉和奶制品，为了全面保障神经系统的健康，预防认知功能衰退，除了留意单一营养素的吸收，还要遵守3个黄金法则。第一，定期抽血检查，就算你天天都有吃肉吃鱼，我都强烈建议你每年做例行身体检查的时候，叫医生多加一项血清维他命 B12 水平的项目。如果验血报告显示你的维他命 B12 浓度已经偏低，那么单靠吃再多东西也可能是没用的，因为肠道的吸收通道已经受损或者退化，这种情况下，你就一定要吃高质量的医用维他命 B12 补充剂，或者靠打针的方式直接将营养素打入血液循环系统，才可以逆转很多外表看不出来的问题。第二，注重营养素的协同作用。维他命 B12 在人体内并不是单打独斗的，它和叶酸还有维他命 B6 是合作无间的好搭档。这3样东西一定要一起参与代谢同型半胱氨酸的过程，才能发挥出最大的神经保护效果。所以在补充维他命 B12 的同时，都要确保你摄取足够的叶酸和维他命 B6。在香港的日常饮食里面，叶酸的分布很广泛，存在于各种深绿色的叶菜里面，比如菜心、芥蓝、菠菜，而维他命 B6 就可以从香蕉、鸡肉或者鱼肉里面获取。第三，在确保营养充足的基础上，大脑的健康还需要持续的心理和生理支持。在身体层面，老人家应该坚持做适量的带氧运动，比如每天早上落公园健步、走打太极或者游水。这些运动可以有效增强心肺功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让血液带着养分走到大脑每一个角落。在认知层面，大脑的神经元需要不断接受新事物的刺激，才能建立复杂的神经网络。你应该积极培养各种兴趣，保持头脑灵活，比如学一门新技能，用手机玩玩益智游戏，甚至简单到用飞罐用手去刷牙，都属于让大脑活跃的活动。在社交层面，老人家应该多点行出街，参加社区中心的活动，跟亲戚朋友、街坊见见面聊聊天。这种复杂又有互动的社交活动，可以持续不断地刺激大脑不同区域。综合来讲，对我们香港的老人家来说，保持头脑清醒和灵活，不单只是个人尊严的底线，更加是晚年生活质素的基石。面对年纪大带来的生理机能退化和记性变差的风险，你绝对不是无能为力的。只要你配合定期的医疗检查，均衡吸收复合维他命，特别是维他命 B12， 再加上保持身心活跃，你绝对有能力降低患上脑退化症的风险。好多上了年纪的人，因为牙口慢慢退化，肠胃变差，越吃越少，或者养成了偏食的习惯，他们觉得随便吃点东西填饱肚子就算数，却不知道这种营养上的亏欠日积月累，最终都会变成身体机能的衰退和各种痛症爆发出来。你要知道，把钱花在优质的食物上，花在营养上，才是对自己健康最精明的投资。平时预防花的那点钱，远远少过发病之后进出医院的那笔医药费。所以从这一餐开始，你就要对自己好一点，你要有意识的在每日3餐里多吃一些含有丰富维他命 B12 以及其他关键营养的食物，保持饮食均衡，保养好你的肠胃，通你的血管，保护你的大脑。只要将身体底子打好，到了晚年，你才可以远离那些让你受罪的神经系统疾病，真正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这些有用，记得把这些话转给你身边关心的人，提醒他们今晚就去街市买条鱼，买块豆腐，买把青菜，为自己的大脑好好补一补。